各位朋友，周星驰在中国大陆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可以说是一两代人都看着他的这个无厘头的喜剧片长大的。正是因为这个判断呢，我在互联网上最早就提出来了，我说星爷的这个功夫女足的票房恐怕得30亿打底了啊！现在呢，票房已经突破了20亿，奔着30亿去了，是吧？那么这个周星驰呢，在中国大陆呢，可以说是这个中国网友心目中的半神。你看，我前两天有一个节目也给大伙说了，我说谁黑周星驰谁完蛋。你看了没有？这两天的时候，周星驰早年的老搭档也是老港星李修贤。李修贤在中国大陆抖音上带货直播呢，他的粉丝已经有240万了。他在7月31号的一场直播，他也黑周星驰这个74岁的李修贤坐在了镜头前，语气平淡却字字见血，把30多年前那点旧账翻了个底朝天。围观的网友们呢，觉得这可能是老一辈艺人的情绪宣泄吧。不过李修贤黑完了之后呢，不到24小时昔日的老搭档王晶也顺势补刀。他呢，把周星驰和周润发呢放在同一个天平上，给一块说了说这个得出了也是这个结论，说这俩人都是那种孤独终老的脾气。李修贤他呢在直播中呢讽刺周星驰无儿无女，人生失败，还专门点评了说周星驰外出必戴帽子加口罩，说这是心虚怕遭报复让中国的网友都看傻了。我说这个老爷子这跟周星驰有啥仇有啥恨呢？接着呢，王晶呢在自己的节目里也说周星驰周润发这两个人晚年处境属于同病相怜一个在片场把人得罪光，一个在戏外把人设玩崩，都到了没人愿意出来说句公道话的地步啦。好家伙，这个娱乐圈的大雷大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每一个跟他合作过的人说他好话吗？我为什么要再说他不好我只有说他的是更不好，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样做人，因为只有我第一个知道他的为人。我不要了，我靠自己赚钱。虽然他现在赚很多很多钱，那又怎么样？出去戴个帽子盖了头鬼鬼祟祟的他一个人敢在路上走吗？他不是怕人家揍他一顿，就怕人家绑票他做人太难过了。总有一天我会详细的从他第一天见我到最后一天见我会详细的告诉你们。现在还不到时间，有很多人跟他合作过，什么讲出来我都不讲算了，不要讲别个就算你赚再多的钱，没有朋友，没儿没女，没家庭，你这辈子还有多少年？我赚到钱的时候快停，快停！开飞机，我喜欢的东西我全部停。7月31日，港媒爆料，74岁的李修贤在直播中疑似内涵周星驰。李修贤声称，就算你赚再多的钱，无儿无女，没有朋友，没有家庭，这辈子还有多少年？他拿自己做例子，赚到钱后开飞机开游艇享受，及时行乐，人生才圆满。这番言论随即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也让两人的陈年恩怨再次走入大众视野。据悉，李修贤是周星驰的伯乐，
拍《霹雳先锋》捧红周星驰，后续因为片酬问题反目，已经有34年不来往。有人认为李修贤作为当年的伯乐，其言论或许带着一丝恨铁不成钢的私人情绪，反映了传统观念中对儿孙满堂、家庭圆满的重视。然而，更多网友则站在星爷这一边，表示周星驰将一生心血都倾注在华语电影上，他用作品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这种精神财富早已超越了世俗家庭的定义。相比之下，李修贤则过着世俗的人生，与空姐太太婚后育有2个女儿，今年还曾晒出与外孙们的视频，3代同堂，其乐融融。不过这段采访只有10几秒片段流出，没有提到周星驰的名字，有可能被断章取义了。无论是李修贤追求的热闹人生，还是周星驰选择的孤独与纯粹，都是各自对生命的一种交代，真的没必要去攻击他人。自己只是演了一部《霹雳先锋》，不仅彻底扭转了人生，竟也成了和恩师李修贤关系破裂的导火。1988年的星爷已经在 TVB 跑了6年的龙套，不管是电视剧里的路人甲、宋冰乙，还是儿童节目的主持人，几乎所有底层演艺工作他都做过。反观和他同期出道的好友梁朝伟，早就成了家喻户晓的偶像，名利双收。两人之间的差距被媒体毫不留情地写成好友梁朝伟2年成偶像，碰面陪笑，星仔自卑自苦，现实也的确残酷。周星驰那时月薪才2000港币，在消费不低的香港，日子过得紧紧巴巴，那种看不到希望的感觉，大概只有他自己才真正懂得。但命运的转折往往来得猝不及防，就在那一年，一部电影彻底改写了周星驰的星途，不仅让他一举拿下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更成为他演艺生涯的第一个高光时刻。这部改变他命运的电影就是《霹雳先锋》，一部典型的港式警匪片，放在今天看剧情不算新鲜，但在当时却是个香饽饽。不过最初这部电影的男2号压根儿没考虑过周星驰，导演黄博文一开始瞄准的是已经小有名气的梁朝伟，为了让梁朝伟出演，还花了整整18个月，专门为他量身打造剧本。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当黄博文带着精心准备的剧本找到梁朝伟时，却被对方一口拒绝了。至于拒绝的原因，大概率是当时梁朝伟档期太满，毕竟那时候他已经是圈内红人。就这样，主角没到位，导演黄博文也是愁得睡不着觉。就在选角陷入僵局时，2个贵人悄悄帮周星驰递上了入场券，一个是演员郑则仕，他偶然在电视上瞥见周星驰主持的儿童节目，一眼就发现这个主持人不一样，别人对小朋友轻声细语，他却带着一股欠揍的调皮，不红不宠，反而有点小挑衅。郑则仕心头一动，觉得他正好符合阿波的角色气质，于是他赶紧向出品人李修贤和导演黄博文推荐。另一个是当时已经成名的万梓良，早在拍电视剧《生命之旅》的时候，周星驰就和万梓良结下缘分。那时候周星驰演技青涩，很多表情动作都不知道怎么拿捏，万梓良就像亲哥哥一样，手把手教他，拍通宵戏后还亲自开车送他回家。更关键的是，万梓良十分看好他，也向李修贤郑重推荐。而星爷对这个机会的珍视程度远超所有人的想象。试镜时，李修贤问他期望的片酬，没拍过电影的星爷根本不敢提要求，只红着脸说不要钱也愿意拍。后来还是李修贤主动对接 TVB 协调，才敲定了合理的片酬，让他安心进组。一进剧组，周星驰就把所有压力化成了拼劲儿。当时没人想到，这个没什么电影经验的新人，拍起戏来会比老戏骨还玩命。影片里阿波有大量挨打的戏份，其中有一场被打到呕吐的戏，为了追求真实效果，周星驰提前喝了不少酒，拍摄时被打完后真的吐了出来，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被他的狠劲惊到了。还有一场在牢房里的戏，他一个人坐在牢房里，眼神里全是孤独、绝望、不解和愤懑，那种百口莫辩的委屈感扑面而来。而正是这个画面，直接让导演黄博文当场喊停，忍不住夸他比专业演员还会演。不过拍摄可没那么一帆风顺，《霹雳先锋》里，李修贤自己演男1号，一个硬汉警察，周星驰则演一购车仔。李修贤拍警匪片向来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可周星驰不一样，每个镜头每句台词他都反复琢磨，有时候还忍不住跟导演提自己的想法。终于有次李修贤实在耐不住性子，当着剧组人的面批评他，演戏不是干体力活，别跟条狗一样瞎使劲。这句话当时让周星驰涨红了脸，默默退到一边继续打磨表演。而多年后，星爷在《大话西游》里那句他好像一条狗啊，被很多人解读为对这段经历的隐晦回应。1988年电影上映后，票房一路飘红，最终拿到了991万港币的好成绩，在当年的警匪片里算得上亮眼。更意外的是奖项方面，第25届金马奖评选时，周星驰凭借阿 boy 这个角色爆冷拿下最佳男配角，熬了8年，跑了无数龙套。星爷也终于苦尽甘来了。颁奖礼上，他穿着一身不太合身的西装，激动地感谢了李修贤和黄博文。所以说，霹雳先锋对周星驰而言，这是他人生的龙门一跃。第2年，星爷便得以在电视剧《盖世豪侠》中大胆尝试独特的喜剧风格。紧接着1990年的《赌圣》横空出世，以破纪录的票房彻
彻底开始了2周一城的黄金时代。不仅如此，霹雳先锋在香港警匪片历史上也悄悄改写了一页。虽然当时香港警匪片百花齐放，但霹雳先锋播出前，香港警匪片基本沿着2条路走，一条是成龙式的喜剧化大制作，火爆刺激又搞笑，另一条是杜琪峰城市特警那样的写实路线，冷峻内省。而1988年6月上映的《霹雳先锋》硬是闯出了第3条路，它既保证了商业片的娱乐性和火爆场面，又通过周星驰饰演的阿 boy 这个角色注入了一丝社会写实和底层小人物的辛酸感，使得影片多了一层人情味。这种商业加写实加人情味的混合风格，后来在很多经典作品中都能看到影子。不过让人唏嘘的是，《霹雳先锋》也成了周星驰和李修贤关系变化的伏笔。电影成功后，李修贤的公司立刻跟周星驰签了长约，可给出的片酬始终是70万港币一部。当时外界已经有公司愿意出数百万挖他，后来李修贤直接把周星驰的合约转卖给了向华强的永盛公司，两人的关系也渐渐疏远。直到周星驰执导的《济公》上映，片中一句"李修缘，我是要杀你全家"的台词，彻底撕裂了两人之间最后的情谊。李修贤认为这是影射心结难解，一段影坛佳话就此走向决裂。但是话又说回来，周星驰与李修贤的恩怨远非简单的忘恩负义可以概括。李修贤递来的那把钥匙确实打开了困住天才的牢笼，却终究束缚不住注定高飞的鹰。而周星驰从未否认过这份起点，他之后在颁奖礼上仍不止一次的感念李修贤当年的提携。所以这段关系始于伯乐与千里马的知遇，终于时代流转与性格宿命的拉扯，其悲剧性也正在于此。不是谁变了，而是……大家好，我是李修贤。首先，我恭喜周星驰的《功夫女足》票房超过20多个亿，恭喜！至于我也不赖，在这阵子我也拿了一个冠军，就是被骂的冠军。哎，人生第一次给人家骂那么久。其实我今天拍这条视频，我只要向大家道歉。我身为一个公众人物，我不应该在公众场合讲这些话，令到观众朋友对我的反感。那网络上面有很多说我跟周星驰的矛盾，说我压榨他，把他卖掉。我告诉大家，这些都不是事实。我从来没有压榨过周星驰，我也没有把他卖掉。至于里面的细节问题，我都很少讲。不仅已经过了30多年，其实我讲出来也没什么意思，但是很多人都要我讲。具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我心里有数，我也很少去讲他的事情。但是在网络上面有很多朋友们把我的截图、我的照片截图下来以后，讲他们想讲的话，把它放出来。我这样解释也有很多朋友骂我，但是你们相不相信是你们的选择。你们相信他们讲的话对不对？你们自己去分析。那在我的评论区也有一些粉丝告诉我，他们在骂我李修贤的片段里面，帮我在评论区说了几句话，也给这个网暴的围攻。唉，我希望大家手下留情，
我做了事情，我做错了，我承担责任。但是我的粉丝们，我的家人，他们没有错，你们不要再网暴他们，好吗？所以这个网络世界真的非常的厉害，但也不是这个网络是法外之地啊！我希望大家朋友们吃瓜捡个乐就过去了，大家说是不是？最后我衷心的向大家道歉。您之前跟周星驰有一些小摩擦嘛，但是您在任何场合里面为什么都要说周星驰很好？不是他是好啊，他的演技的水平是没有人达得到啊。你不喜欢一个人，并不等于他就是不好啊。周星驰，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他刚在拍《咖喱辣椒》，我那天呢去咖喱辣椒的出品公司艺能公司谈后面一个去新加坡拍的项目，他就收工回来，在公司里面见到我了。就当时我们还没合作，他就说导演什么时候有机会拍你的戏？我说随时啊，肯定会找你合作的。1年之后，我们就在《赌侠》里面合作了。实在我觉得沈史官他的演出已经应该拿金像奖了，因为那年他也拿了亚洲影展的最佳男演员。我不知道为什么金像奖跟金马奖都没有对他有什么认同。周星驰，我还是认为他是演技最好的演员，跟喜剧之王。当时我们还挺谈得来的，后来当然大家都成长了，就大家都有别的想法。就我也有几年有好几部戏，我是迁就着来跟他合作，我觉得无所谓，就是工作而已。既然我要用他，我就跟着他的想法去走。到了最后一部2000年的《千王之王》，就真的大家的分歧到了一个无可挽救的地步，所以就以后就不合作了。当然，我也很欣赏他后面拍的戏啊，都是很精彩跟很努力的。大家看到了吧？同是属于港圈的老明星，这个李修贤呢，这脾气呢确实是火爆啊，这个可以说是直了一点吧。他没想到啊，他骂完了这个周星驰以后啊，中国的网友集体抵制他呀，说他要如果是再带货的话，不仅不买，还要下了单以后退货，这不要了这个李修贤的老命了吗？李修贤知道怕了，所以出来道歉了。那就再看看王晶的反应啊，王晶显然是比李修贤要圆滑多了，他吐槽周星驰，吐槽周润发，但是呢倒是不招人恨啊。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互联网时代真的是说话得注意，尤其是公众人物啊，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啊。各位，你们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啊？点个订阅，下期再聊。